一刹那，犹抱琵琶伴着沙，夜听闻红尘世人笑我傻，却奈何弹着青丝乱如麻。愿洗尽世间铅华，对酒当歌，只为他用丹青作画，书写上牵挂，就让婵娟不知在笔下，就让婵娟不知在笔下。你竟然！现在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你可得把让我背诗的事情全部忘掉才好啊！你的面前有一副卷轴，上面写着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。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昨日是否根本没去崇文馆？母妃，我无需跟娘解释。近日你闷闷不乐，清晨连见都不连了，定是在崇文馆受到了什么挫折，故而娘才想将这首诗送给你。李白在困顿之时写下此诗，表达其虽壮志难酬，却仍以诗当歌，不拘其志的情怀。千儿，过来。正妃妹妹，李谦，你怎么哭了？母妃，我终于记起我母妃的样子了。快，能不能让我再试一次？啊！可是，好。现在，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为何会这样？大概是这段记忆藏得很深，要将它催眠出来，就会格外耗费心力。既然如此，你刚才为何突然催眠我？我只是想让你忘掉命我背诗一事，
却没想到，你不知怎的回到了数年之前的记忆里。多年以来，我连我母妃的模样都不记得，但刚才，我竟然仿佛闻到了她发丝的香味。那一定是很真实的记忆。对母妃，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我大病失忆以后，近身伺候的胡公公告诉我，母妃因重病卧床多年，而病发去世。催眠时，我险些告诉母妃，我因躲避大王兄而不去崇文馆之事。那时已是8、9岁，但那时的母妃没有一丝病容，神采奕奕。你是怀疑你母妃并没有重病多年？对，我怀疑她并非因病而亡。那个胡公公，本王需当面对质。既是后宫之事，我自有办法，能问个清楚。好，那你我分头入宫，一探究竟。大致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了。如此看来，李谦已经开始怀疑郑氏的死因了。据资王府的眼线来报，确实资王妃帮助资王恢复了记忆，并且他二人已在1个时辰之前分别进宫，应该是在查探此事。倒是夫唱妇随。不过，即便他们入宫探查，这陈年旧事，查问起来谈何容易？毕竟，当年将郑氏打入永泰庵的，并非本王。属下这就入宫，设法将此事透露给御前周公公。父皇为何突然召见我？明月，朕听闻你近日悉心学习北宣文化，可有此事啊？启禀皇上，确有此事。明月不仅努力背《将进酒》，还在王爷的监督下努力学习北宣风俗。很好。那你去绣房，又是为何呀？宫中那些丝帕，明月看着眼馋，故而才……你别的规矩没学会，倒长了胆子来骗朕。明月只是去绣房向姑姑们请教。你不是请教刺绣，而是朕妃。明月的确是去探究郑妃过世原因，只因不忍王爷活在不明不白之中。妾儿能够想起朕妃，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皇上竟然早就知道这宫中之事，朕岂能不知？你知错吗？明月知错。你不知道。你不是想知道郑妃的死因吗？今日，朕可以告诉你实情。可你一旦知道实情，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任何代价，明月都愿意。
这个代价，就是要让千儿彻底忘掉这个母妃。让王爷忘掉生母，岂不是大不孝吗？倘若他的母妃不配呢？岂不是令千儿一生痛苦？倒不如一无所知。这个代价，你付得起吗？好。13年前，珍妃犯了大错，她害了他人的性命。朕念及千儿，未将她处死，而是令其幽居永泰庵。可不出1个月，因果相报，一场大火，珍妃惨死庵中。千儿因此受了刺激，大病一场。病愈之后，她不但性情大变，还彻底失忆。这就是觉得，她彻底失忆对千儿来说，未尝是一件坏事。所以，最好不要再提起这段不堪的往事，不要让她想起这个珍妃，她这个不堪的母妃。现在你知道朕的苦心了吧？明月明白。记住你的承诺。若你再提起此事，朕不会放过你。老爷去了，宅子要卖，咱们也留不住了。这算什么钱算银啊？喂阿猫阿狗都不够。你也是受了老爷多年恩惠的人。别说了。再多的银子我也拿不出，可就算到了身无分文的时候，也绝不允许你们任何人侮辱我乔家。唉，饭都快吃不上了，你给我这女人玩意儿干嘛？剔牙吗？以下犯上，目无尊卑，将其拿下！起来，走！王爷饶命啊！求大小姐饶命！谁还有话说？既然无话，还不拿钱走人？你这么苦着自己，又是为何？下人不够我会派来，银子不够我会送来，何苦要卖了这宅子？宁肯送出首饰，也不肯收下我的心意。乔府没落，王爷还出手相助，就是对慧心有恩。王爷，请随我来。
有没一人轻扬惋惜。慧心无以为报，只能……慧心，我想要看到的何曾是此种情状？我想让你当我的王妃，我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李寻的妻子。慧心，你可愿嫁于我？此为慧心余生唯一所愿。老奴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倘若有不实之处，母妃位极四妃，她何时患病，所患何病，最终因何红事，岂是道听途说4个字便可搪塞了？王爷若不信老奴之言，大可去查医案。倘若医案尚在，本王还需在此处盘问你。子王在盘问何事啊？儿臣参见父皇。子王，你面露怒容，究竟为何？宫人考杂，传道听途说之言，被儿臣听到，所以警戒一二。哦，子王竟如此闲暇，来过问公事。儿臣听闻，10余年前的医案竟不知所踪，所以今日儿臣入宫。陈年旧事，竟能让你把政务抛于脑后。儿臣未能替父皇分忧，请父皇降罪。近来青州连日降雨，农田尽毁，百姓急需用粮，朕就把筹粮运粮之责交付于你，以公抵罪。儿臣领旨。习那个呱呱，到底该不该让李倩忘记母妃呢？催眠了她，就是不讲义气；可若是不催眠，就是抗旨不遵呢。公主小心，别扭伤了胳膊啊！我问你，要是有一天，我把你最恐惧的记忆从你脑海中抹去，你会怎么样？长舒一口气。这就行了。二哥带来过一盒瑞林香，你立刻去库房里拿来。也要这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香做什么？别问这么多了，快去拿来便是。是，快去。二哥曾说过，他试过这种香，使我忘掉了云寺。既然如此，这香应该也能让李谦忘掉母妃。公主，公主，王爷眼看就要到门口了。
明月，明月，怎么样？什么都没问出来。我也是如此，撞见父皇，最后一无所获。皇上可有说什么？他一开口，便暗示我无心政务，随后就将青州赈灾一事派给了我。但从神色上看，他好似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却有意隐瞒了些什么。皇上乃九五之尊，哪有什么需要隐瞒的？倘若真的有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，那圣旨一下不就好了？所言极是。若父皇真想隐瞒些什么，一定是连圣旨都解决不了的大事。明月，我想让你再催眠我一次，或许我就能知道这些事究竟为何。你等一下。此香的气味倒是别致，难道是有助于催眠？注视我的双眼，不要移开。现在，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母妃你在哪儿呢？母妃你快出来！母妃你在哪儿？你快出来！母妃你在哪儿呢？母妃你在哪儿啊？母妃你在哪儿啊？母妃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出来！你在哪儿啊？母妃，你出来！母妃，快出来啊！仙儿，淑妃娘娘，你看到我母妃了吗？你哪儿来的母妃？母妃，你怎么会醒过来的？此次的记忆与上次完全不同，就连母妃也踪迹全无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也许上次的都是你幻想出来的，刚才的才是你真实的记忆。本王只要见过母妃的容貌一次，终此一生再也不会忘记。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，改变了我的记忆？是不是与这香有关？不要再问了。你，王爷，王爷。怒则失智，
切勿冲动。小千。自作主张的催眠他，的确是我不对。可我也有我的难言之隐啊。那些记忆苦不堪言，让他忘掉，难道全然是一件坏事吗？这杯不是我的。无妨。你能把这滴墨和此前的茶水分开吗？全部混到一起了，怎么可能分开？那滴墨，便似你我脑海深处的痛苦记忆，它早已和其他记忆彼此纠缠。因此，你之前所为，不仅抹除了李谦脑海中痛苦的记忆，也伤害了他所珍视的其他回忆。若是他知道那些痛苦的记忆，其他回忆，不也会显得苦涩吗？就算郑飞的死因中藏匿着某种不堪，但难道为了掩饰不堪，你就要抹杀掉一个母亲的存在吗？这对李谦来说公平吗？可若是这个母亲让他蒙羞，让他恼怒，并且颠覆了他此前对母亲的所有想象，难道就任由他背负这份痛苦的记忆，什么也不做吗？至深之痛，从不因真相而起，唯有真相的永不可知，能使人痛入骨髓。既然你们记忆短暂，就算保时而亡，也怨不得他人。既知他们记性不好，就应该多替他们着想。他们做不了选择，就应该为他们做选择才对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你又非鱼，有什么权利去替他们选择？那也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撑死强啊！
想到都这么大了，还会像6、7岁时那样，差点跌进池塘。那一次，还是母亲第一个发现我，冲进去把我救起来。那一阵，周围的孩童还以此笑话我，笑我跌进池塘。其实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的母妃究竟为我做过些什么。我和她曾度过怎样的一段时光？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何你竟会阻止我拥有那段记忆？皆因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像我跌进池塘那般好笑，有一些记忆，也许它会让你痛苦，甚至是会让你改变对母妃的看法。无论我母妃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无法改变我与她血脉相连的事实。对血脉相连的人一无所知，难道不才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吗？若这血脉相连之人是犯下大错的罪人呢？倘若罪行确凿，我会替其赎罪；倘若因人蒙冤，我会正其清白。那一日，我入宫探查原委，发现不但所有人对此事闭口不言，还最终被皇上召进了御书房。御书房？父皇命你停止追查此事？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告诉了我正妃的死因，但代价就是让我用催眠使你彻底忘记母妃。父皇竟已知道催眠之事？你放心，倘若父皇怪罪下来，本王会承担全部罪责。明月，你告诉我，母妃的死因究竟是什么？皇上说，13年前，正妃因害了他人性命，被幽禁永泰庵，不出1月。便惨死在大火当中。不，绝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母妃是害人之人。若你不信，我便陪着你查；若母妃真的有冤，我便陪着你一起申冤。倘若父皇怪罪下来，我会陪着你一同承担罪责。
手不及。一笔一纸镌刻永恒的秘密，那是谁的你？身披洗白衣月底，相遇在唏嘘远去。绝无踪迹，有意血有情，化成轻盈的泪滴。看万千禅丝划过天际，摸不着也看不清。下一场蜿蜒曲折剧情。